美之间的稀土大战到底是何原因呢？有个你想不到的理由哦。今天带您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中美之间又要开战吗？这一次是资源战吗？听起来好像很合理，中美之间就是这么来来回回冲突和好，但其实啊，这次的事件啊，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聊聊，其实背后不仅仅是中国要管控稀土的出口，是为了要抗衡美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其实想拿回的是在大宗物资、大宗原料上的定价权。好，我们先细细说来。我们首先带你看这次一切事情发生，就是在光辉的10月。你看到10月9号，突然间中国就宣布了，它要管制稀土的出口。那美国当然第一个跳起来啊，因为只要中国管制任何事情，美国就是自己对号入座，一定就是我。就是为了我。好，那这次到底是不是为了美国呢？当然可能一部分原因是。好，那怎么个管制法恰恰就是美国怎么对付中国的那一套。好，管制稀土的出口，它不是说我完全禁止出口，没有，我只是管制出口。你可以来申请啊，如果我觉得你 OK 的话，那你就可以出口，没问题啊。那什么样的一些领域呢会被管制呢？当然就是敏感领域、国安领域、军事领域。所以我们来看到中国是这么说的14奈米以下的这些先进逻辑的晶片，还有呢包括了这个256层以上的记忆体的晶片。那这些呢，当然你看到这些名词哇堆叠在一起，很简单讲，它就是非常高科技的晶片，用在 AI 的晶片，用在军事用途上的晶片，这样子的一个稀土原料会被管制，不是说完全不能卖，你来申请嘛。如果你就是一般的，没有跟军事扯上边的，你就是商业用途的，那当然还可以继续的出口。但如果你这个稀土你买了是要去做美国最厉害的飞弹，那就不 OK 嘛。所以呢，这个中国这样的一个禁令，不能讲禁令，管制的一个政策出来了之后，哇，美国非常愤怒啊！你看到川普第一时间啊，在他的出social当中，啪，你就可以感觉到他很愤怒，对不对？他说：“哇，这个习主席我这个没有理由再见你了，没什么好见了，可恶啊！好，然后他说，那当然要回敬嘛，立刻就说，那我要回敬你100%的关税。”大家听到这里觉得哇，中美之间的冲突再度升高。过去4个月好像一直有进展的一个和谈谈判有的没的没这回事了，好像一夕之间双方的友谊就这么撕裂了。好，很可怕。然后你也看到金融市场的剧烈的一个崩盘，然后然后所有的一些企业大家都很担心，甚至还有人担心说，天哪，你看中国在拖慢 AI 的进展， AI 人工智慧未来科技发展都因为中国没有办法再继续往前。哇哦，这听起来觉得哇，好大一个帽子扣下来。好，那当然呢，我们今天就要好好跟大家看看这件事情真的是表面上看起来的又是中美之间的对抗吗？我们从隔一天中国的态度、美国的态度，你可以看得出来，似乎不是我们一开始所理解的中美之间又再度的冲突升高。其实呢，还有很多你可能还不知道的原因。好，我们今天就告诉你什么原因首先要带你来看，我们应该要从这件事情开始说起中国呢，其实不仅仅是在这个10月9号公布了要管制这个稀土的出口，其实呢，在更早之前其实中国呢，它就有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什么？我来告诉大家，你再把它跟稀土的管制连在一起看，你就知道中国心里在想什么好，这件事情是什么呢？他要告诉大家说我们这个中国决定在9月份的时候暂停购买什么？买澳洲的必和必拓这家非常知名的这个矿业巨擘、矿业公司，拒绝暂停不买这个必和必拓，它这个用美元计价的这些海运的商品。好，你就觉得那我就是不买这个必和必拓它的一个矿产咯。中国跟必和必拓买非常多的铁矿石，好，那我就不买了。好，那你说这件事情跟稀土的管制到底有什么关系两件事情你要连在一起看的为什么？我们要把时间往前推。中国其实在世界上，特别是在这个原物料或者是稀土，其实也是原物料的一种嘛，对吧？好，那在这个原物料的市场当中，中国呢是全世界当中最大的买家，他买了全世界非常多的各种的
原物料，你看他买了铁矿砂，铁矿砂呢，然后就买非常多，然后买很多各种的一些这个矿产啊、煤矿啊各种。中国是最大的买家，对吧？那同时呢，它也是最大的一个加工之后的出口商，他买非常多铁矿砂，然后他加工做成很多的一个钢板，钢板呢往外卖，中国也是那个最大的一个这个国家。好，那这件事情呢，你就说，对啊，因为中国就是世界工厂，没有错。但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件很吊诡的事情了。如果说啊，我们这个先撇开这一大大堆什么中国、美国、澳洲的不想，你就光想我们今天就是生意人。如果呢，这个市场当中我就是那个最大的买家，你们要卖东西的人都要看我脸色，对不对？不然我就不要买啊，我就不跟你买。最大的买家，市场上90%哦，全球90%铁矿砂都卖中国。我不要买了。不买的最大耶，对不对？那其他人应该都要看我脸色，不是应该每个人都来跟我俯首称臣说拜托你买我的我便宜一点卖给你？不是中国买铁矿砂的一个价格太神奇，你去调开那个资料来看，每年都在增加那个价格。你说我是最大的买家，结果没有任何的定价权这件事情才奇妙。为什么没有定价权？因为过去这个市场上，你看全世界知名的这些矿业巨擘，澳洲2家嘛，这个力拓跟必和必拓，巴西的这个淡水河谷嘛，那你就看到这3家矿业公司，哇，这3家就是看准了中国好欺负，好，他们3家就是你知道联合起来卖你很贵。中国要买什么就卖你很贵。好，简单举例2010年之前这3家公司就是这个样子随便谁哪一个公司去谈了一个铁矿砂的卖价之后呢，比如说他跟日本谈好，跟日本谈好一个价钱之后，就回头跟中国说，我谈好了，所以我要跟你涨价，因为我卖日本这个价钱。然后呢，那你说好力拓谈好了，那你就力拓这样卖，没有，必和必拓说，你看人家力拓卖那么贵，我也要卖那么贵，就回头跟中国说，因为力拓涨价了，所以我要跟着涨价，大家都联合涨价，所以呢，这个中国就闷着鼻子就好吧，摸摸鼻子算了，就吞了。给大家举例2004年的时候当时呢，你看到力拓呢，他去跟这个日本的新日铁谈了一个这个卖铁矿砂的一个价钱，好，然后就来回头跟中国说涨价，涨多少？2004年涨了18%。2005年，另外一家公司跑去跟这个又是日本的这个新日铁，好，又跟他谈了一个涨价的一个价格，又谈好了要涨71%。好，然后他又回头跟中国说，那个日本那个涨价你一起涨，好，涨71%。好，然后到了这个2008年又来，然后这回呢涨得真夸张，涨了96.5%，几乎是翻倍成长。每年就被这样搞，然后每一次都是日本的新日铁。这个时候你不得要觉得新日铁是他们中间白手套吗？我这个跟中国涨价，你到底是不是有收回扣啊？为什么每一次这3家矿业大公司都是去跟新日铁谈了一个很高的一个铁矿石的价钱，然后就回来跟中国说，那你看你就买，不然拉倒嘛，不要卖给你。那中国每一次都是摸摸鼻子吞了。这件事情就非常奇妙了，明明他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买家，但是他没有任何的定价的话语权，这件事情非常吊诡，在经济学当中也很不合理。好了，那如果说都是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感觉卖家就是予取予求嘛，对不对？我要卖给你，我就是有的卖给你我不要卖给你怎么样？我就是要卖你很贵，如何？好，如果说这是一个理论，如果说这是一个习惯的话，我们来看另外一项商品，就是稀土。稀土呢，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是占有垄断性的一个供给嘛，全世界几乎85%、90%以上的稀土都是中国制造的。它可能不是开采，当然它有开采，但是很多稀土呢是开采了之后，中国精炼之后呢再往外卖嘛。好，那中国就是垄断性的一个市场卖家，对吧？那你说，学那个澳洲，学那个巴西对吧？我就是卖得很贵没有中国在卖东西的时候都是越卖越便宜，这件事情太奇妙了。给大家举例1990年到2005年，中国往外卖稀土，卖的稀土的一个这个数量呢是倍增的，但是价格是腰斩的，这件事情就太妙了。为什么中国要买东西，买啥贵？卖啥贱，每次都贱价在卖东西，所以大家就觉得为什么？现在中国政府也觉得凭什么？中国就是命贱吗？为什么买什么东西就很贵，要卖什么东西就是贱价卖出？为什么？所以呢，后来大家发现了，这是中国其实不是那么团结的问题中国非常多的企业都内卷，
小散乱。所以呢，你说要买东西的时候啊，像当初要买铁矿石，最早，当然现在是有一个国家的联合采购平台，但在有它之前，曾经呢，就是中国他们的一些这个国企大家联合起来说，宝钢你去代表大家一起去采购嘛，那我们这个要的东西要的量多，我们就可以价格谈下来嘛。结果呢，宝钢在前面跟人家谈价格，结果背后600多家的国企，这一家就砰跑去跟人家签约了，所以呢一直不团结，才导致这个买东西都买得非常贵，因为总是有那个就是不团结的那个老鼠屎嘛，在那个地方这个扯后腿。好，那这一回呢，稀土也是类似的状况中国呢所有的稀土厂商都要往外卖，又内卷，杀价竞争，所以呢稀土的价格就越卖越贱，才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这一回你看到了这个中国在管制稀土的出口，总额的管制，总量项目的管制，其实某种程度上是要把这个稀土的一个买卖，希望可以通通又回到国家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大家联合整合的平台，不要在你卖多少钱我卖8折，然后谁卖7折，又在那个地方内卷，大家有一个合作在一起的一个平台，然后一起对外做生意，我们才可以把这个稀土卖到一个最好的价格。所以你这次看到了这个稀土的一个管制出口并不是禁止出口，是管制出口，只是美国自己蹦进来挑说你就是针对我。所以川普，你看川普隔天不是也默默讲说那个就是好像还可以跟这习近平见面，对不对？那你看这个隔天川普马上就改口了，可能是有人告诉他原来是这个问题中国只是想要把这个定价权给要回来，有一个合理的价钱，把这样的一个想法放到现在，不要再当那个非常卑微的甲方所以可能是这个原因，也是这一次呢，这个中国在管制这个稀土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好，那继续我们往下看，来看川普了川普这回呢，一开始这个乒乒乓乓骂的跟真的一样好像是这个完全撕破脸，然后呢，这个隔一天马上又改口嘛，但是呢，你第一天讲的时候股市就已经重挫了，所以大家说那个Taco 交易又来了。Taco 大家现在应该非常清楚吧，对吧？ TACO 什么意思？叫做 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Chickens out 什么意思在这个英文当中就叫做临阵退缩，因为呢，他们这个美国人很喜欢讲人家胆小鬼，就讲你是 chicken， 对不对？胆小鬼，所以呢 chickens out 就是临阵退缩，中国话叫做怂了，对不对？这个川普总是怂了，就每次他做什么事情，一下子又没，一下子呢这个感觉好像又翻脸不认之类的。好，那为什么讲他怂了？我们先来看当然他一开始的改口是一个怂了，另外一个呢，我们就要带你看其实川普当初在说他要他要这个报复，他要课关税的时候，他就压了一个很后面的日期那个时候说他要课100%的关税，就是说我11月1号开始课。那其实中国的稀土管制是12月才要开始，所以呢，有人就分析了说，其实中美两国都把这个风险往后压，感觉有一点互相试探的感觉。当然，中国是希望可以把这种物资的一个定价权拿回来，但是呢，你也心里明白，美国一定会觉得你是在针对他。为什么呢？因为美国非常需要稀土，而且都从中国进口。中国一旦真正稀土都不卖，美国立刻完蛋。所以呢，你看到这个川普可能立刻改口怂了，也是这个原因我没有办法，此时此刻没有办法断掉这个跟中国的稀土奶水，没有办法，我一定得要跟你买。过去有一阵子真的两国非常不好的时候，中国那个时候真的不卖稀土。那不卖呢，那个时候美国有非常多的军工厂、兵工厂真的断炊，没有原料可以做，就是真的没办法。所以你看到现在呢，这个两国之间在稀土这个问题上美国是没有办法不依赖中国的，目前为止是这样。所以呢，你看到了双方都把这个直接实行这样政策的时间往后延，一个是11月，一个是12月所以大家说那个就是一个试探的一个感觉。接下来都可以谈嘛，因为双方接下来在南韩的会议当中就会见面嘛，那见面之后又会怎么谈，就可以看下去了嘛。但是呢，同时间有一个阴谋论跑出来，大家说那一定是川普他的一个这个所谓的金融剧本。大家都知道这个川普，这好像也不是秘密啦，川普就是在美股当中上下其手嘛，就是他就是总统，所以呢感觉就是仗着总统的一个这个权力捞钱嘛，这边很简单讲就是这样。好，那所以有没有可能他自己先放空，
然后他就噼啪骂习近平，骂完了之后呢，你看那个股市嘣嘣嘣跌下来，我就空单回补，就是要回补，然后我就赚大钱，赚大钱，隔天再嘣嘣嘣跑出来说没有啦，我也是会跟习主席见面，对不对？这个习主席也是非常令人尊敬，对不对？然后股市又嘣嘣嘣上去了，哇，那他手中的股票赚大钱，所以大家就说这很可能是川普的一个金融剧本哦。但是我觉得应该这样理解他，川普就是一个把股市的表现放心上的一个总统，所以呢，他的很多的政策很可能会影响金融市场，会影响股市，但是呢，你要对他有信心。川普呢，他就是一个想赚钱的人，所以呢，他一定会在金融市场当中让他有表现。好，那当然这些就是大家放在心里头的话咯，接下来你就知道怎么操作了，对吧？好，这个川普的话怎么听你就知道了。好，当然我们刚刚讲了非常多中美之间最近的一个状况，但是呢，不能够否认的是，美国非常知道他太过依赖中国的稀土的元素，所以怎么办？他一直在找替代的一个地方，比如说他之前去找缅甸。缅甸 OK， 它有稀土矿产，但是缅甸的一个政局不稳，它没有办法稳定的提供你这么多的稀土，那怎么办？最近他找到了巴基斯坦。好，那巴基斯坦呢？你说怎么可能跟美国合作？他巴铁耶。对，他巴铁，但是谁说巴铁不能另外交朋友？为什么巴铁最近想要交一个美国朋友？为什么？因为呢，大家知道这个印巴冲突哦，那个时候呢，你看这个巴基斯坦，虽然大家说他空战当中，对不对？中国支援他，或者是他跟中国买的飞机非常厉害，但是呢，他看在眼里，印度背后有美国支持，就有点担心，对不对？印巴世仇啊，所以呢，他当然是希望也可以把对方敌人的一个后盾也拉到我这个阵营，亦或是你至少中立，不要特别偏袒哪一方，那这样我也安全一点。所以呢，你看到印巴的一个这个冲突之后，巴基斯坦据说主动去找上了美国，为什么？因为他希望美国投资他盖港口。你说中国也在巴基斯坦盖港口，对，现在他们找了另外一个地方的港口。本来是一个渔港，那这个渔港呢叫做这个帕斯尼渔港，那他希望美国来合作开发这里干嘛？他说开发这里之后，因为它连着那个矿区，未来呢这些稀土的矿产我就可以从这个港口运出去，运到你美国去，亦或是巴基斯坦更想要的是美国直接在这个地方投资精炼厂，炼好成品之后，我再卖到美国去，不要总是只有卖他们的祖产，卖矿产而已哦。这个是巴基斯坦现在希望的。你知道巴基斯坦总理嘣嘣嘣跑到白宫去，然后据说呢，他跟川普见面的时候就很像 sales 一样拿一个皮箱，然后呢摊开什么东西，全部都稀土的元素样品，好不好 ？sample， 然后就跟川普说，哎呀，这个是什么什么啊，这个可以做飞弹，哎呀，这个是什么什么稀土，哎呀，这个我告诉你可以做什么 AI 晶片，哎呀，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哎呀，我们也可以精炼之类的。然后据说呢，两个人相谈甚欢，那个川普就是生意人，看，觉得不错，可以 ，OK。Perfect， 然后最后两个人这个相谈甚欢要离开的时候，川普据说还给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总理一个大拇哥，送他一个赞。好，所以据说这两国之间是不是真的要合作这个盖这个港口，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但是他们的稀有矿产生意已经做起来了，因为呢已经有一艘船从这个巴基斯坦已经出海了，上头载的就是铜，就是地，就是一些稀土的矿产。地为什么很特殊？因为呢，地这个物质呢也是稀土的一种，中国已经禁止出口到美国了，美国买不到，所以美国现在跟巴基斯坦买。那巴基斯坦呢，已经双方达成了一个5亿美元的一个协议了。第一艘船要卖给美国的矿产已经出发了，所以呢，你就看到了这两国之间美国跟巴基斯坦之间，好像这个矿产的一个协议已经开始运作起来了。到底接下来呢，大家就会觉得奇妙了，巴基斯坦巴铁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会是什么呢？但是巴铁应该还是巴铁，他应该心里头中国的分量应该还是大过于美国。只是呢，这个最近巴基斯坦他们政坛流传有这样的一个声音，他们说在跟中国维持友好关系的状况底下，他们希望实现的是外交跟经济的多元化。或许呢，他们只把美国当成是一个生意人，跟他做生意赚点外汇，也可以这样理解。继续往下看，但是呢，中国要怎么样维护跟巴铁之间的友谊很重要，因为中国当初一带一路承诺的要跟这个巴基斯坦有一个中巴经济走廊，最近有非常多的建设都没有到位融资没有继续，所以呢，好像很多的铁路盖到一半就这么暂停下来了。那有没有可能接下来呢也会开始
始有别的一些资金进来，要插手这些中巴经济走廊当中的一些铁路建设，比如说像现在这个亚洲开发银行就说了，他们希望可以接手其中一段。那这一段是干嘛的呢？这一段一样是从港口巴基斯坦南方很这个知名的城市啊，这个商业区连接到矿区。那这个矿区呢是加拿大的一个资金在这个地方投资的，一样是铜矿。所以呢，现在感觉好像各方人马插手巴基斯坦的矿产了，这里的矿产很多都还没有开发，有没有可能未来都在这个地方逐鹿中原，跟中国抢朋友呢？那中国怎么样维持它跟巴铁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继续观察咯。好，这是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啊，在这次的稀土管制背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想要回对于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大家可以好好的来品一品，这中间还有哪一些扑朔迷离。好，这是今天帮大家准备的内容，希望你喜欢咯。我们下回见，拜拜。